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是哪里呀？这一辆吗？妍已经来了，妍已经来了。Hello， 坐进去了。主驾。趁他没来，先说说他的坏话吧。坏话。趁他没来，我想问你喜欢他吗？想听想听。这才是真正的观察室。30%。好低哦。很高了。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因为初次见面其实是基本上是0。OK， 那是他跟在后面撵吗？还是？有一点吧。嗨，来了。来了，这微醺的声音。嗨，你们为什么最想看他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极致的拉扯。啊。好，两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妍妍，然后我是成都人。嗨，我叫凯凯，我是上海人。哇，你能量好高啊！哇，你是目前为止说话声音最大的。是吗？其实他平时说话声音特别小声，他平时说话都是夹着声音说的。我前2天是这样的。开始吵起来了。我先问凯凯吧，你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处在一个大概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关系稳步发展推进的状态。稳步吗？真的稳步吗？你的稳步发展是大概推进到哪里了？推进到突然没自信了。凯凯，别不争气，好好回答。40左右吧。好，妍妍，你觉得呢？还是30%。30%左右。凯凯，你先讲一下你的历程吧，好不好？比如说你一开始给谁留言啊，什么之类的。我每一天都是给他留的言。啊？那上来就挺喜欢的呗。来，凯凯，你先说，妍妍当时什么吸引你啊？因为他很多的标签的点和我有些很像。好，那我来问一下妍妍吧。你的历程是怎么样的？你一开始给谁留言？我第一天晚上其实跟小新，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就是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第2天晚上，其实我就留给了小轩。一天一样哈。但我后面都是留给了他。哎，那你后面都是留给了他，你为什么还是觉得才30%啊？因为他的表现就是忽上忽下吧，就是时常幼稚，时常又成熟一点。那我就是很讨厌幼稚的行为。让你觉得忽上忽下，上的样子是什么样？哪方面是比较吸引你的？就是他的有些观点其实蛮吸引我的。我刚才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是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我也没有那么近距离的感受过一个男生在爱情中对我的喜欢的感觉。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没有想过要去跟其他男生有那么多的交往或者是什么，就是更在意友情一点，他就是只想跟我有更多接触。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就是蛮感动我的。下的状态就是幼稚，就是发疯。他怎么发疯啊？比如说就搞一些小动作啊，然后或者是就是特别大的大笑，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很没有神秘感吧。其实我是喜欢比较装一点的。你喜欢比较装一点的？对，我喜欢外表装，但是内心不装。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对呀，所以我的理想型2个人装到一起去怎么过啊？装到彼此点上。还好吧，我觉得我只有外表装，我内心还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跟你们聊天，我都有一个一样的感受，就是你们现在坐在你们旁边的人，坐在同一辆车上的人，都跟你们想象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有时候缘分来的时候，其实你们会
为了对方，其实会把那个标准会有变化。所以他这种类型是你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对不对？基本上吧。有过这样的男生追你吗？就是基本上10米、50米开外，我就不会把人家拒绝掉。哦，那我还蛮幸运的。那当然。凯凯，你觉得妍妍哪个部分比较吸引你啊？我觉得还蛮多的吧。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有自己风格、有个性的人。相处下来，发现他是一个，可以用冷酷外表很好保护好自己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人。因为我前2天一直身体在生病，然后他会比如给我递些药啊，特地去为我去找一些电解质水啊。这我很像你的长辈啊。但是我其实有一些想说的话，我给你写在信里，但是我现在也想说吧，就是当我遇到一些像长辈一样的人来关心我的时候，我应该去珍惜这样的人。你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看你们俩吗？为什么？就是一个看起来拽拽的姐姐带着一个自己的小奶狗出门的感觉。姐姐在主驾，弟在旁边还得给姐姐情绪价值。狗素，还真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会经常觉得很诡异、很奇怪。但你没谈过恋爱，跟这个有关系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那个心动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心动，有的时候那种心动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你讲的那个诡异，你换一个词，可能就是怦然。但是其实我是更喜欢另一半引导我的那种，所以我不喜欢我引导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只是在生活中引导他，他其实在无形中在拿捏你啊？今天为什么不主动找我？你是觉得已经拿捏我了吗？老师，你是看了昨天的一些片段？我没有发誓，我没有。他问了我这个问题问了好几遍。他们也在可以证明我的问题上都根本没有这些问题，都是我瞎问的。对，没有。我想请你们是真正的沉下心来回答我一个问题，可以吗 ？OK。你们觉得你们谁喜欢对方更多一些？这不是凯凯吧？凯凯啊，肯定。那肯定这种喜欢可能是嘴上的喜欢，也有可能是很多的举动。其实递包药也是一种表达，为什么你不给别人递呢？因为我给我朋友也会递。所以你觉得他喜欢你更多？对。像个弟弟。有些时候会。凯凯好像最不喜欢被叫成弟弟，再往下凯凯要成儿子了。弟弟，请回答。其实我比他大2岁，老师。我觉得是相等的吧，感情这个东西就是我给你一点回应，你给我一点回应，我觉得是相互的，对。但是我可以说一点我的直观感受，我也爱看你们俩这种拉扯。妍妍有的时候说话真的挺绝对的，但是你在很多的答案当中又给我一种甜味儿，反正有点甜。你看你现在还是有点甜，你就是那种酷的女孩子，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每个人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每个人发糖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你刚刚说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是因为你觉得你在他那个坚硬的外壳之下，你是可以接受的，对吗？对啊，我经过这么多年相处，我觉得能理解他说的一些话，然后我也慢慢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反正自己舔自己开心，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那种模式只有自己懂。
哎，不说这个了。我感觉你又要哭了，你每天晚上都在装可怜啊？没有，又被教育了。哎，开始害怕。你在被一个比你小2岁，完全没有恋爱经历的女生在教育。但，哎呦，你们都不知道他前几天做出来的行为有多诡异。你都不知道你刚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多甜。然后我就是爱笑，我纯爱笑。你怎么又变纯爱笑了？我本来就是爱笑的呀。不是我纯爱笑吗？对啊，你一天到晚露出你8颗大牙，让你注意点表情管理。你这么多天你还是没有改。好。哎呀，这电视剧都演到第25集了，感觉。行，2位，在这趟的旅程当中，你觉得对方占到你这个旅程快乐值多少？80%。我觉得是可能30到40左右。所以是愉快的吗？可以算是吧。这么勉强啊？没事，老师这个挺高了，30、40。我帮你说话，你帮他。好。想来这儿吗？好，来吧。谢谢老师。好 ，Let's go。待得很满足。是的，很好看。被抉择的时候了。嗨，大左老师好，请坐。大左老师好。哦，你好高啊！他也好高，来，请坐。他们刚刚都是挤着坐的。真的只能挤着坐吗？这咋挤着坐？感觉像我那个现在能看到角度吗？演唱会坐一半屁股的感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新和恩。去吧。Oh my god！ 给，这什么？咖啡。谢谢。今晚怕你晚上给我准备礼物睡不着觉，给你来点咖啡提神的，给我好好准备啊。还有一杯喝过了是吧？那杯是我的。啊，谢谢你啊。哇，在哪能连到他们呀？不知道啊。你们的行为被我全程看到。哇，他能看到还 ？Hello， 大左老师，在哪里啊？不告诉你。老师好。哪里？你们俩先做个自我介绍吧。你先。我先。老师好，我叫恩，然后我现在在韩国延世读书。我是那个恩的心动男嘉宾，然后我叫小新。他们都说你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很确定了，是吗？我觉得他已经把我锁死了，感觉。你没锁死他？锁死了，肯定是他没锁死我。当然锁死了呀。好。那你是在哪一秒感受到了彼此的魅力？哪一秒啊？哪一秒啊？我对他的那个心动点是，我觉得他很照顾我，因为我第2天其实不太想去户外，但是我做出了很大奉献吧，因为我想跟他接触，所以我跟他没有换，然后他还蛮照顾，没有说嫌弃我给他拖后腿什么的。但其实我第2天的时候，我当时心想，哎呀，这个女生好像有一点点小矫情，因为我当时还挺希望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就都能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就看到了她，就是即使可能在运动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她还是有在认真的去完成那些活动，所以我还蛮被她吸引的。你刚刚讲的小矫情的意思是？就是好好讲啊，好好讲啊。就是我会就是接触的时候吧，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小矫情啊，或者有一些小作啊，但这都是褒义的，这都是褒义的意思。然后我慢慢对他有好感以后，小矫情小作，其实在我看来都还蛮可爱的，就是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就是很有情调的一个人啊，都变成了相处的乐趣。对的，所以他还挺是一个正向的词的，对我来说。那你们第2天就互相留言了吗？第2天就互相留言了。第2天有互相留言。Hello Milk Tea 小新，我是恩。Hello 恩，我是小新。
其实我在留言之前，我有在偷偷哭，因为我想很多。为什么？我这个人是那种，就是我如果主动的话，如果对方没有对我相同的主动，我会觉得很没面子，然后我就会很想逃。所以说我真的想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又想到说他万一不给我留言怎么办，就还是决定说，就是大胆勇敢一次给他留言。当然不能这么想。要是都像你那么想的话，凯凯都别活了。凯凯，抱歉。哎，那所以，当你得知他也给你留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其实开心吗？我当时有点小开心吧，但是表现出来的可能没有超级开心，是因为我在纠结那些问题。那第二天，小新，你有想那么多吗？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怎么动脑子，就是第二天我真的和他相处得很愉快，然后也发现我有被这个女生吸引到，就是当然是大部分原因是被你吸引到，然后我在玩的过程中那天度过得非常开心，中间有什么插曲吗？也有，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都是一个会比较被动人。我记得他当时第3天给我的留言吧，就是关于他说，如果一个人往后退1步，他可能就会退99步的那种。然后其实听到那个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我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了，因为这个旅行很短嘛。然后如果我一直在感情里比较被动的话，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继续相处了。当时就是决定，那就更主动一点吧。我觉得他真的向我走了99步。我当时给他留完那个言之后，第2天他舞会就很积极的站到我旁边，包括他舞会他赢得了一个什么舞王的那个头衔，就有一大束花，然后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把那束花送给我。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所以我真的挺感谢他，就是能做这么勇敢的举动，为了我。就是你喜欢，但是你自己不做，希望别人多做。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但其实是这样的，但其实，在我们的发展中，其实他才是第一个迈出去那一步的人。可能我走了99步吧，但是可能这最先迈出去的那半步还是那个恩完成的。好甜啊！其实老师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可能是就是甜的里面最不甜的里面。情侣，我们俩。我们是抛然二的归来人是兄弟的那一对。我们俩是归来人。老师，我是有点对那个浪漫还有暧昧过敏的。我每次他如果有一些很浪漫暧昧的举动，我就会回避，我就说。真的，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兄弟情。不然兄弟20岁。妍妍，其实你跟恩是很好的朋友，对不对？你可以讲一下你对他们的感觉吗？我就是觉得他们相处模式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有你们俩有意思啊？我们俩是诡异，他们俩是有意思。哎，那你们俩来评价一下他们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相处模式。我觉得这个相处模式就相当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感觉。我真会觉得很奇妙。妍妍很帅的跟凯凯问这么多问题，我没想到我的好朋友在感情中这么直接这么帅，他真的有，我又想要向他学习。那我也要替凯凯说句话，我每天出门前就看到凯凯是一脸灿烂的微笑，特别阳光特别开朗大男孩，然后每天回来就看到凯凯一脸忧郁就回来了，然后每天就循环播放，第2天早上依然是那个特别开朗的样子，证明凯凯其实才是真强大哈。凯凯经常老是在那儿自言自语说为啥呀？到底我咋就不懂了呢？到底为啥呀？所以，比如说你们彼此在这个旅行当中，你觉得占到了多少呀？你先说吧。你先说吧。我得说的比你高，不然又显得你没面子。那我要说80%。那好高啊！很高吧？你要说80%，比80低你就死定了。80.1%。还可以啊，还可以。你们有想过就是离开这个节目之后你们俩的相处吗？其实今天还聊到这个问题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说实话。时差也非常可怕。但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来之前我就想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有想好，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生，我是可以去上完这1学期之后，我就休学1年。
然后去先好好经营一下我们的感情。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有机会有这个缘分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的话，我是有这个勇气去把学业往后搁置一下的。态度太好了，但是我也得替你家里人说几句，尽量别啊，尽量别。安安呢？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害怕进入一段感情的人，因为我很怕自己受到伤害。但是我刚刚其实有在认真想过，就是包括他的态度怎么样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想要变得勇敢一点。你们俩真的就是我感觉就是对彼此的态度是真的很诚恳。作为过来人，有什么话可以送给坐在我旁边这2位的吗？我们也还没过来呢，我们也还没过来呢。大左老师，那你有什么作为过来人有什么话送给我们两个？吗？送给你们就是异地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状况啊，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去全面的了解对方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有自己当下最真实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感谢彼此，因为这一趟的旅程，你们因为遇见了彼此，所以才会变得这么美好。美好吗？觉得？谢谢兄弟，谢谢 bro。20天归来仍是兄弟，白一起出去约会了。行，那到这儿来吧。来吧。来了。看人家多甜。哎呀，我一直很羡慕啊。我其实从来第2天我就很羡慕。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回去好好想想吧。我觉得我把他问题全部都指出来，他不改正而已，他改正太慢了。好。Hello。哇，这么漂亮！哇塞，比电视上帅好多。谢谢。那你们俩坐这儿吧。那我坐这儿好，我坐这儿。只剩最后一组了，对不对？加油，加油，七月，去吧，去吧。Hello， 冷吗？给你。这什么？刚买的。啊！我前3个就买了，没想到最后才到我们。好，上车吧。OK。这个挑选是谁回答不好把嘴巴封上吗？他们俩是锁的吗？超甜，而且他们很稳定。你们俩不稳定吗？我们俩，我们会有小情绪啊什么的。有他们不稳定。他们是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稳定的很稳定，他们一直稳定的不稳定。请2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先。老师好，我叫小璇，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现在。老师好，我叫七月，然后我现在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对啊。对。啊，那你们现在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对。这也太有缘分了吧！哦，而且之前就没见过。所以第一次见面会因为是校友的关系而觉得比较亲切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吧，就因为如果是校友的话，就可能可以说的话题就比较多。好，先问点不开心的吧。第1天留给谁了？我给7月留的言。我第1天留给的小新，因为我感觉第1天的时候就是第一面见的是小新，然后也感觉很巧，就2个人喜欢喝奶茶，然后理解。后面就会一直留给小轩。第2天开始就直接全部留给小轩了。第2天发生了什么？送啊！送啊！灵魂匹配吗？这送灵魂匹配了是吗？对，还是靠瘦，还是有缘。对，这个感谢瘦吧，只能说。对。那他在你心中是帅哥吗？我有近视，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每个人。你在这个节目到现在不会出去之后互相不认识吧？小轩满脸写着失落。没有，他俩不会被大左老师问B1了吧？
等一下，小新刚刚说什么？他说你别给人家问 BE 了。他说我没有给你问 BE 了，不会，放心吧。那你们有没有哪一秒钟是开始觉得，哎，他挺好的？就我觉得那一天相处下来，每一刻我都觉得挺好的吧，对。我感觉就是首先是很照顾我，确实从那天集市开始就一直在帮我找奶茶，然后也会买一些小礼物给身边的人，我就觉得他本身就很好，谢谢，就蛮心动的。你有被满满的幸福包围的感觉吧？就是他会知道我喜欢喝奶茶，然后每天会给我带奶茶。哇塞，你给他买奶茶了？天哪！刚好。哇。妍妮。这什么？刚买的。啊。然后包括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他会很坚定地选择我。在画画社团那天，我选了画画，然后他就紧跟着在我后面举了手，好吧。然后舞会那天，他就是写的愿望就是和我跳舞就会让我感觉坚定的被选择了。小轩为什么如此之坚定？从第2天开始，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好运，然后被分在一起，然后就是因为从那天开始就感觉就是可能只会对7月就是比较心动了吧。因为其实最早大家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前几天我们都建议大家多互相接触嘛，对吧？但是你好像是特别坚定的，对不对？就因为我觉得就是第3天的时候，就我也不想给7月太多压力，就是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怎么样，但只是我觉得可能举手那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吧，对。然后可能第3天晚上，然后我跟7月也有聊过一下。也能感觉到他对我可能也有稍微多一点点的好感吧，所以就是让我更加坚定了，对。那你们的这种坚定其实是互相给的。我觉得你们就算很幸运的那种人。我曾经看过各种兜兜转转，就是因为时间呀，或者来的时机呀，就是一连锁的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但是你们就是正好第2天。就通过这么优秀的软件匹配到了一起，这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而且你们俩都是一个学校的，会觉得有一种窃喜感吗？我们俩竟然是一个学校的，在一个城市生活，会，会。有设想过，就是离开这个节目，回到学校的状态吗？有想过的，对，就是觉得就是说离开节目了，可能会跟节目不太一样，但是。就是相处起来的感觉是不会变的吧，就因为人本身就是那样子的，对。我俩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感觉，因为喜欢的对方身上的特质，并不是像节目里那种单纯的心动了，就有点就是镜头外的那种。为人处事的方式，对身边人的照顾这种，所以感觉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很值得我喜欢。善良，我喜欢那种可以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男生。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哇，我好像没什么问题要问你们嘞。我觉得你们就是情绪也很稳定。然后2个人的想问题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也是很同频的，就是想看你们在一起，就是真实的，就是生活当中课堂。如果我是家长，我也会满意到一个不行，你懂吗？就是有一种老父亲的微笑的感觉。来见个面吧。好，来了。最可能的放到最后，我俩是最不可能的，我俩是第2，最不可能的。酒精 ，Hello， 哇，好会给情绪价值，哇哦！你们比刚刚那个镜头里本人都好看特别多。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哇，小轩，很多人跟我夸你，说你那个这么多季最暖的，评价极其之高呢。其实我一开始走的是暖男路线，没走长，所以让他得逞了。嗨，哎 ，hello， 今天有什么瞬间是你们比较想死的瞬间吗？你说我们4个人就被问，真的很想死当时。就是，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一种缘分啊。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觉得他的脸也已经开始苦了。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你们有勇气来了这个节目，因为其实一个24小时被记录的瞬间，不是谁都有勇气来的。然后你们会有一天会发现，不管是遗憾也好，不管是美好也好，能被记录真的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对，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记得这个冬夜吧，然后坐在那个小皮卡里，很局促，可能又很开心的一个样子。它不一定是爱情，也不一定只是友情。它是你们就当下最真实的一个记录，所以不只是一对碰见一起才叫美好，就是当你们10个人在我面前，还有2位小伙伴，他们现在因为一些状况没有办法来，但是其实这12个人的这个冬天是属于你们12个人的，所以你们都是1/12才会这么美好。说的真好，总结。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我大纲呢，还没写完呢，在这儿文思泉涌了。借用一下。紧张吗？现在是你这次旅行最紧张的时候吗？真的是我旅行最紧张的时候。走吧，加油！冲刺了，最后一舞了，真的加油！真的，退役前的最后一舞，确实，终局之战。你的名字在我这里，我在雪山脚下等你。今日赛湖班车。我觉得我的应该在恩那里吧。走吧，走吧，出发吧。哇，哦呦，这上面有冰，小心点。行，你要不拿手机拍张照吧，我们最后出发前最后一张照片。来吧，3、2、1。Hello， 猜猜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心情如何？你今天非常轻松啊。你变得非常轻松了。今天是我稍微有点紧张了，其实这是我这趟旅程中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紧张的时刻。要说点什么？我也不知道，感觉有些东西脑子一热就说出来了，谁知道呢？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舞吧，紧张吗？感觉有点紧张，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退役之战，退役之战。那这样太冷了，他们在那里已经瑟瑟发抖。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说想骑马，给他准备一匹白马，今天我就当白马王子。哇塞！在拍婚纱照，哇，还真是哇塞！我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
希望我们在见到彼此的时候是笑的，是面带微笑的。这第一张到了。感觉就是这里了，兄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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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你的时候要面带微笑哦。是，加油！加油！加油！想你的。Hello 啊！哇 ！Hello。Hello。Hello， 你冷不冷 ？Hello。我先放一下东西。放一下。好。这个花先给你。谢谢。对，地上有花了已经。等一下哈，我先把这个整理一下。这是待会的环节，对，都还没有到。我先把第一个环节的东西拿出来。11封信。这么多？对，然后你可以随便抽取，然后看看。每一封都不一样吗？对，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就是可能比较小的东西。你来这很久了吗？然后很冷是吧？好，我给你带了椰红底的奶茶。我今天还在说，我晚上想喝奶茶。谢谢你自己。然后这些你想喝都可以喝，就是不同口味的，除了草莓，别的口味我都买了一个，就你可以待会随便试。对。你不喝有吗？都贴了，我先不喝了吧，我先有点紧张。快速进行。那我先抽这个吧。这个好像是那个第5天的遗憾，就是那天没有拍到照，因为晚上看懂了，太晚了。今天没跟你一起拍照，帮你拍照片，有点遗憾。我想现在补一张给你。头发可以吗？可以，很漂亮。哇，这一张我不小心误触了，但好像很好看。哇，你看一下，好像还挺好看的。好好看。对，特别是最后这张好像感觉挺好看的。好好看。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合照一张吧。好。3、2、1。对，哇，哎，好看，好好看。行。OK。然后你再抽下一个吧。这个。行。这不是我给你的留言，我说的不太清楚。你愿意的话，可以再做一次。好。1、2、3、4、5、6、7、8、9、9.1、9.2、9.3、9.4。好。87，因为我感觉95以上其实就到男朋友那种了。好。好。然后你再来抽下一个吧。好。然后这个是，对。第一天的自我介绍。对，我一直觉得我第一天自我介绍可能介绍的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就想跟你重新介绍一遍自己。对。就我叫潘伟轩，然后你可以叫我小轩。小轩。对。好。然后我现在在香港上学，然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4。对，就我一般不太喜欢去想未来，但我很想回到过去，就比较喜欢旧的东西。但就是来到这场旅行，我也还是很盼望可以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人，然后去体验新的东西。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对。好，下一个吧。OK。第4天。第4天就是舞会那一天，然后我想弥补就是没有跟你邀请我没有跳到舞的遗憾，然后就配这首歌，所以我们可以先跳一下。好。这是你要邀请我。好，我邀请你。然后这次我来转身。好，会选我。好，应该怎么跳？那就。
行，这样。然后再转个圈吧。好，行，谢谢你邀请我，谢谢你，转什么？好，然后。哦，对，还有刚刚那个纸上有个手机，就其实那天的大冒险就是选择其中一位异性的照片当做自己的手机壁纸。那我是要先拍照是吧？对，来，靠近一点。3、2、1。这是我们的屏保啊。对，就是可能是那天的遗憾吧。哇。然后就跟刚刚画上有个手机嘛，虽然画的不太好。对。好好看啊，这张。再来下一个，这个，我看一看，这是 V7，对，这就是那天我们在雪山的时候，然后有写名字，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可能朋友有个爱心吧，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可能不太好意思，就是要画个爱心，而且我们刚好画在一个爱心旁边，我看到了，所以我现在想邀请你再画一次，好，就在这里画吧，好，我来画吧，我来写爱心，行，好。你手冷吗？不冷，爸，不冷。OK。哇，你的爱心画的好好。OK， 这个是 Day 2，就是第2天就仿着画。就还差一点点，有遗憾才能就是弥补。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完整一点。好，好像那个爱心不太完整，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它画上去一点点。点字好全啊！你来画一下，把它比全是不是？一点点。那我写英文吧。好，你耳朵好红，是不是很冷？我现在还不冷了。好，完美。感觉就确实好像丰富了不少。你可以猜一下是用来是哪一天的，但我其实挺明显的。接力画，就是我们第3天不是在学校嘛然后我就想要就是跟你2个人画一次接力画啊，正好。可以画一个想象中的生活吧。好。这个颜色真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沙发。我画的也不好。好。好，这是2个人对吧？那我再来画一下，画一个妈妈。对。有个壁炉，篝火，一个电视，然后可能外面就蓝天白云吧，还是有下雪，下雪。你是不是喜欢冬天？你喜欢秋天。然后外面有枫叶。好。好，行。然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环节？你看有什么？有冰箱贴。哎，怎么会在这的？这是什么？这是喀什的，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去，但是我们以后可以去。好，因为你之前说过，你比较喜欢收集冰箱贴，但是我们当时给别人买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买，对吧？对。那要不你给我一个这个？好。哦，还有啊。那么多。对。那可以刚好可以拼起来。可以。对吧？对。谢谢。然后还有这个可能做的有点潦草。没事。然后看，这做的有点像结婚请帖。这做的有点像。请帖，这样子也蛮好看的。好。然后这个是这个。我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第2天的时候，对吧？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些东西，有牛奶雪糕，有奶茶，礼物，
然后这些后面还没有做完，然后我们就留给你做了。我留给你写。好。然后这是这一场我们一起画画的吧？然后 day 4是舞会。这是滑雪那天。day 5，然后 day 6在滑雪的地方。day 7是我们在雪山。day 8是房车。然后 day 9是我们在赛里木湖，这是我们2个的盒子。我正好看见我俩的盒子在一块儿。然后这个就是1月，然后呢，14号是我们见面的那天，对吧？这个还有省略号，30号结束以后，就还有继续嘛？所以还有省略号。这样的意思。好，谢谢。然后。要读信，你读吧。你要准备一下吗？我吃颗糖，缓解一下紧张。不紧张。给7月的一封信。7月，首先我想和你说，就也许可能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吧。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不管他是谁都好。然后你永远都会把一个笑脸，留给别人。我觉得哪怕有时候你可能很累了或者很冷了，但你也还是总是会注意到别人，然后同时你也很大方。虽然有时候你也会有比较害羞或者不太想说话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想要表达的时候，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的话，你都可以很好的说出来。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只要是跟你在一起的人都能感到幸福，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想说，你的好，我觉得我也更能感受到，因为我每天都在看着你，观察着你。这就是因为我对你的心动和喜欢，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你，就是一个更美好、更细腻的你。就是我每次看到你，我的眼前都会一亮，因为就感觉你很漂亮，然后在闪闪发光。这些词其实都无法形容我对你的感受，说就是你有我会喜欢的女生基本所有的特质。而且不管被不被我喜欢，你已经值得被所有人去珍惜。就来这趟旅行之前，就我会对遇见谁有着一种可能比较稍微平淡的盼望。我开始也没有预想着可能在这个旅行中会遇见你，所以就是当你真正出现，然后跟我相处之后，我就觉得这趟旅行的意义好像也发生了改变。对，就是像那天我在电台点的遇见，就是那些歌词描述的情节好像也被赋予了意义一样。这封信就比较长，但是我自私的希望把我的所有感受从我的视角再次传达给你，然后想让你看到我的心意吧。好，我听。第一天的时候，我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你。你走进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感觉像有阳光照了进来一样。然后可能因为共同点比较多，所以我跟你聊的真的很开心、很自在，所以就有了当晚的留言。Hello， 7月，我是潘伟轩。现在看回去，每一天的留言都给了你，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第2天的时候啦，就应该是我展现自己最多的时候。然后我想让你了解我，然后我也想了解你。到后面一起做手工、逛集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自然。然后我好像开始对你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可以坐在你的旁边，因为我觉得你那天穿的真的很漂亮，很好看。然后我就开始不太敢跟你对视。但对我来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在这趟旅程唯一想了解的人就只有你了。对。第3天对我来说应该是100%坚定对你有好感的那一天，我会一直关注着你，然后直到下午上兴趣课的时候，我就很勇敢地举了一次手，就为了能和你在今天第3天有相处的机会。那天应该是我最害怕没有收到你留言的一天，可是我没想到那天好像你也有点坚定地偏向了我。Hello， 小轩，这里是7月。然后我觉得好不真实，但是心里真的好幸福，觉得我可以用全部来靠近你了。
第4天舞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每天我都能跟你相处那么好，那么开心，那么好的，开心吗？跳舞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点羞涩和犹豫，然后我会担心我会不会在你心里扣分了，因为我也想当在你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成为那个人。第5天的时候是我们到和睦的第1天，然后我心里也开始习惯，然后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期待。我那天其实有好多话想和你说，想要问你，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想要了解你更多。孤独小屋环节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下你才会靠近我，会担心我们了解对方太少会有变化，其实都是我想和你更进一步的信号，好像就是从心动变成了喜欢。然后第6天的时候是一起滑雪，然后我期待了这个行程挺久的，其实，但好像我在后面看着，好像那天跟你滑就够了，就我也不是太想滑，只要就跟你在一起，我心里在意的事情就只有你了，对。第7天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雪山再次攀登的1天。然后听到你说没有爬过那么高的山的时候，我其实很开心，我是第一个陪你完成这件事的人。但同时我也开始在想，如果能和你更进一步，是不是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名字旁边画个爱心了呢？就是刚刚那样。所以我就是想要更多的了解你，和你相处。然后我觉得就是心动，就是彻底变成了喜欢。对。第8天是我们在房车上的1天。但是这一晚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听你留言时，就好像电台的音乐真的有魔法一样。然后呢，当我听完你给我播的那首歌，我就感觉好像有点离不开你了。然后我那一晚的想法都是，就是好想和你在一起，然后担心很多，但其实都是想要和你有以后。然后第9天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但其实这1天我心里想的都是和你一直待在一起。在看烟花之前，我一直在笑，因为我很开心可以和你表达很多情绪，但是好像那个烟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也想暂时留到今天再说。对。然后昨天我们也一起拍了一个片段，但是我也能感觉到我对你一些情绪上的变化，就比如说你冷得发抖的时候，我就真的会有一种心疼的情绪，然后我也会想要握着你的手，就是让你不太冷。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你平时对我的很多关心，对我的在意，也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瞬间，珍贵到我会担心失去，可能是我真的自私的想要一直拥有的，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感情挺直接的人，有心动的话，其实我就会想要表达，会想让你知道。但我也有很多别扭的时候，在车上坐在你身边的时候，过完了忙碌的1天，睡觉前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关于你和我们的事情。我也想你对我是什么感受，会想离开了这场旅行会发生什么。从一开始最直接的留言，到越来越在意，可能也是越来越希望能一直在你身边，所以害怕失去，会想很多。然后我会开始在意你有没有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会开始担心有没有在你面前表现出最好的我，会担心我们不够了解对方，会担心你会不会退缩，也会不知道旅行结束后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不会希望能收到你100%的心意，但是因为我已经开始付出了100%的真心，所以我会真的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发展。但就像我在放烟花时说的，可能一旦在犹豫中放手，我就会再也抓不住了。所以我不想为了将来的难测，就把每一刻都放弃掉。然后就到最后的那个手写的那个部分了。要不你先读这个部分，有一点。我读吗？算了，我先读吧。那我直接读了。最后的其实就是说，所以7月我想对你说，我会想和你再去很多地方，经历很多事情，我也会足够努力和坚定。如果缘分也允许，我希望能和你一直好好的在一起。我想成为你不坚强或者情绪消耗比较大的时候给你充电的那个人，在你脆弱或者孤单的时候陪着你的那个人，可以一直被你相信的那个人。可能在旅行中，我们跟平时的自己不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更勇敢，可能更有顾虑，但对我来说，我的喜欢是一直和平时一样，只会多不会少。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喜欢你7月，就是简单的想和你在一起。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在一起的话，就拥抱一下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我愿意。啊。我好像有点喜欢你，潘老师。我愿意。那我读我的信了。啊。我读我的信了。你好，小轩，我是7月，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2天。每次都会感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其实和你相处，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已经认识了好几年了。现在我就在听着你给我点的遇见和我送你的恶作剧在写这封信，所以我想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也可以听着这2首歌。对，是吗？我不看是吧？不能看。你可以看。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一个人用这样奇妙的方式相遇。我曾经也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适合我，可以进入我的世界。所以我此刻的心情是，真的很感谢你来到我身边的人是你，因为也许我们早就存在在彼此的生命里了，可能我们在同一教学楼里，同一时间上课，坐过同一辆校车，坐过同一班地铁，吃过同一个食堂，或者喝过同一家饮品店，无数次的走过同一条路，却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我们是同一时空下的2条平行线。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一切都好像是命运的恶作剧。但是万幸，最后我们遇到了。于是7月和小轩在第1排练厅见面的自我介绍就是故事的开始。小轩。对，好。我叫戚于月，你可以叫我7月。7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相信，就是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这么坚定地走向我，用心记下了甚至我自己都不会注意的细节，是每天会问我冷不冷、累不累、睡了多久、吃饱了吗？是每次兜里都有给我准备的暖宝宝，谢谢。是认识你的每一天都在喝你给我买的奶茶，是生活里的各种细枝末节的小事，是每天当我抬起头你都会看向我的时候。因为你太好了，所以我经常也在想，是不是你的内心也是敏感又细腻的，也常常感到孤独或者失落，也会为了小小的退让而感到委屈，但还是会优先选择考虑别人的心情。我会想，和你相处的每一天中，你会不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因为感觉是你一直在照顾我，关注着我。我很怕没有给到你同等量的回馈，因为我也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小情绪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我想告诉你，无论你需要哪种形式，是安静的陪伴，或者是慢慢的诉说，我都想听到你心里的声音，我都想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分担。希望我的存在可以让你感到安心和温暖，希望7月会成为你冬天里独一无二的夏天。至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对你很在意的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每天早晨醒来都想赶快见到你吧。你还记得我有一次问你1年里最喜欢的月份是几月吗？其实我本来想你会答7月，但是你没有答7月，你非常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喜欢应该过年的日子吧，就感觉比较热闹，然后就大家都可以回家。让我的问题完全失灵。但我又想，如果你真的是回答了7月，也许我就不会有这么的心动。就像舞会的时候，我站在你身后，你也一直没有回头一样。笨蛋。我知道离开旅行以后，也许世界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此刻的美好会不会变淡到消散，是不是我们也会像所有的
爱那样从热烈走到平淡。可是我还是想创造跟你在一起的以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弟小轩你好，我想在2月份的香港和你发起一场约会，我希望你带我去吃你最爱吃的新城市广场的好吃的。然后我想在3月的上海和你发起一次约会，我想要带你去我最爱吃的湘菜，在上海。好吗？好的话就站在我身边吧，因为未来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的。2026年1月26号7月。好。好的，那就这样在你身边。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给你补第1天的留言。在哪里？就在这里。好。要说虽然是这段旅程和大家的旅程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旅程才刚开始。那就。什么？就是，但是你就愿意当我的，可以说吗？可以说吗？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我愿意。好，行，那就再抱一下吧。冷吗？有点。好舍不得这段旅程啊！我遇到了很多有趣又懂我的人。对啊，旅程都要结束了。这里好漂亮，要不我们在这拍下照？好，那我来。3、2、1，我要上搜发一个瞬间。好呀。这次出来玩好开心啊！可以一起看赛湖的风景，希望大家都能遇见懂你的人。好，发布。OK， 那我们走吧。好，走吧。拜拜，兄弟们。气球。写什么？请你飞奔向我。不是大哥，不要太远。Oops。往哪走呢？我找不到。OK。在哪里？我找到了。哦。Hello。哇，挺帅呀，今天。谢谢。给你带了一束花。谢谢。还有一封信啊。你先读吧。好，先给你看一下吧，因为我的字写得很好看。哇，写得很整齐。我今天可能会变得比较文绉绉的一点。其实我6岁的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所以我语文还不错。行。那我开始读了。我准备好了。
Hello， 周周老师，我是新闻。Hello， 周周老师，我是新闻。虽然我们都只参与了一半的旅程，但开心的是，我们都陪伴对方度过了这趟旅程的大部分时间。白桦树林的水晶球约会，哇！从禾木开往萨里木湖的房车旅行，帮我完成心愿的冬夜烟火。转个圈。房车的雪夜电台，很开心今天能和你一起度过这段房车旅行。还有在萨里木湖边的小剧场，虽然和你相识的时间只有5天，但你已然陪我完成了我很多的人生第一次。和你相处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时，我觉得你是个特别甜的女孩，我很喜欢看你笑，你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我的嘴角总会随着你的微笑，情不自禁地上扬。虽然当时还没有特别多交流，但你的笑容早已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白桦树林时，你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当我回头看到是你时，我又惊喜又开心。惊喜是因为没有想到来的人会是你，开心是因为你是我期待的人。当你告诉我你的心愿是想和我单独相处后，虽然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有做好表情管理，但我的内心真的超级激动，因为我想要了解的人原来也想要了解我。还记得房车旅行那天吗？我坐在房车顶上，录着给落日电台的留言，看着头顶上的月亮，耳边回响着那个女孩的歌词。那一刻，你仿佛就是歌中的那个女孩，那个身上有着淡淡的玫瑰花香的女孩，那个总是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的女孩，那个有着自己的小倔强的女孩。还记得你吃饭的时候问了我，你是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其实我还挺喜欢制造一些小惊喜和小浪漫的。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是一个我自己织的围巾。你自己织的？对。真的假的？你会织？我学了。真的吗？真的是我自己织的。你织了多久？我织了几天吧。其实我是蛮喜欢收到手工礼物的那种，我觉得手工做的礼物比别的任何的礼物都更有意义，所以我也想给你做一份自己做的手工礼物。你别看我，你今天人太帅了。真的吗？真的。好，还没读完哦。还有。继续。等一下哦，我先告诉你，这段我写的特别认真。好。然后感觉发挥出了我120%的水准。行。你要好好听哦。这趟抛下一切日常的琐碎，好似来到了一个乌托邦的列车旅程，即将到站了。一切仿佛都那么不真实，却又那么令人难以忘怀。离开了这种浪漫的氛围，回到日常生活后，我们是否还会继续对彼此心动呢？我们是否还能像旅途中一样，毫无顾虑地享受当下的跟对方相处呢？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份心动和悸动培养成喜欢呢？老实说，我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周到的人，我对即将迎面而来的许多问题都有些模棱两可。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和你一起慢慢的去探索，把旅程的缘分延续到生活里继续接触。读完了。信，我以为呢，因为我要邀请你，我自作多情了呢。谢谢。好，让我读。读吧。我也写了很多次。
张新文同学，你好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邹敏，你也可以叫我周周，来自广东外贸大学，今年大4。这是我第一次来见大家时候的自我介绍，现在给你补上。如果要说我们故事的开始，我会把它追溯到第一次见面。我好像比自己一时中还要更早的注意到你，以及不动声色的观察你。你叫我们一起去找你买的冰淇淋，说实话，这个惊喜羞的有一点点垮，但是我很欣赏你出场时落落大方和你的小幽默，也能敏感地捕捉到你的紧张，甚至是局促和不安，所以我有认真的给你捧场哦。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穿蓝色滑雪服，拿着单板的样子很帅。我鼓起了很久的勇气走到你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来夸夸你，挺帅的那个，然后又轻轻的走开。你有没有发现？哦，我以为你是想说，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到我面前，把你的双板弄掉到地上，让我帮你捡起来。这也是。真的吗？这也是。帮忙一下吧，谢谢。支教我们俩留下来拍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窃喜，拼命压住上扬的嘴角。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这啥呀？那算是真正意义上我们第一次接触，和我想象的一样好，一样开心。你有没有和我想的一样？有啊，有啊。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运气很差的人。如果我不在心愿表上写上想和你接触这个愿望，我觉得可能整个旅程我们两个就可能像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其实我不喜欢比我小的男生，我也觉得我一定接受不了我在接触的男生可能和我是异地甚至异国。我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有的自卑和内耗，胆小和怯懦，但是心动战胜了所有的预设和犹豫。而此刻，我正在和你剖析我的心路历程。所以，张新文同学，能不能再夸夸我的勇敢？很勇敢，比我勇敢，是吧？如果问我在旅程中最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处时间太短了，短到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跟你做。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先到或者你先到，是不是我们就可能没有机会再了解和接触了呢？这样一想，好像觉得现在结果也不赖。认真想了一下，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正式的夸过你的优点。其实我很喜欢你偶尔的毒舌和幽默，我喜欢你的真诚不做作，喜欢你的少年感，喜欢你情绪稳定，喜欢你神经质的小臭屁，还有很多。所以张同学再自信一点，背挺直一点，笑得再灿烂一点，你真的很好。好。最后，你还记得你在给赵瑜的生日祝福时说了“万事胜意”这个词？祝你天天开心，万事胜意。我当时其实特别惊讶，因为其实这是我很长时间最喜欢的祝福词，因为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比你想象的还要再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所以我想祝你万事胜意。未来在我们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日子里，都祝你早安、午安、晚安。今年冬天，我好像遇到了心软的神。那么，未来还很长，祝我们来日方长，祝我们来日方长。好了。那我可以看我的礼物了吗？我做的礼物是一个小手工，它有点小寒颤了。不会。好，这是相处的第1天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是那时候拍了拍你。对。然后这个是你画的，
画的不错，下次别画了。我会好好使用这个日记本的。拍上。原来雪人那么难堆，不过咱队的小胖也蛮萌的。对啊，很萌啊。好，下一页。第2，记录下第一次坐房车吧。2个人拍照永远都是剪刀手，我只会剪刀手。我也只会剪刀手。困了，你大睡特睡。第3个是你在。这是我收到的最怦然心动的留言吗？哈哈哈，那个女孩。对。拍得很不错吗，小伙？多么拍拍。好。还有。好。最后一天，这2张你看过吗？这张有啊。哇，很好看呢。很好看，很好看。封神合照 get， 有点搭配。你笑起来很自然，很好看，多笑笑吧，掌心的头水。好。最后一张你应该有看过。谢谢你的心愿，烟花很好看，星星也很好看，下次一起放仙女棒，你亲我。好啊。好。好。接下来是最后一张。还有。这种奖状。亲爱的张新文小朋友，恭喜你在本次冬日版《怦然心动之旅》中被评为冷幽默之 king。接吧。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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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幸。那我可以给你戴上这个围巾吗？可以。真是你自己记的。我自己织的。我很不会戴围巾哎。你要怎么戴？你从后面往前面戴吧。我戴了。你戴吧，没关系，你就只要这样一圈围住戴。好看吗？还行吧。很适合你。挺帅的嘛，小伙儿，今天这造型挺漂亮的嘛。我头发已经全部被撑烂了。好了。所以我的名牌在你这里吗？在，我给你戴上吧。在这。可以吗？还有一些没有写在信上的话，我想直接说给你听。等一下，控制一下嘴角。就是，我平时不这样，等一下。你说。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确实不长，但和你相处真的很开心。我也是。但我相信我们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好。但有些问题也是，必须要可能会面对。比如说，我们都住在不一样的城市，甚至可能过1、2个月就是不一样的国家。离开了这种24小时几乎都待在一个地方的这种场景，可能就会有不一样和现在比。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关系吧，就会是一直上升，希望不会下降。所以，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个身份吗？什么意思？我不想说很重的话，就让你很有压力。也许我们不用现在就成为男女朋友。可能是一个可以让我线上找你聊天的身份，
或者有时间的话可以飞去广州或者是湖南找你玩的身份，或者是可以让你对我发一点小脾气的身份。总之就是让你对我和对其他朋友不太一样的身份。我想想啊，好，不是男朋友是吧？嗯，是。行，那你是？我是。你是？我是。你是让我怦然心动的张新文同学。你是让我怦然心动的张新文同学。可以吗？这个什么可以吗？这个什么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好啊。好。好。我叫周敏。如果今天晚上自己选座位坐，你会坐谁旁边？那你如果我坐你旁边，你会？我会很开心啊！我会说，我会把你把椅子拉开。我现在有点开心，我觉得我有更想接触的人了。还挺萌的。我的愿望是和心中的女生一起去看雪夜点的火案。希望和谁？周周老师。你是让我怦然心动的张新文同学。好漂亮哦！对哦，赛里木湖真的好美啊。嗯，这是不是我们在赛里木湖的最后一天了？好像是。那我们拿手机拍张照记录一下。行。3、2、1。很不错。那上手发个瞬间吧。OK， 那在这张。发吧。发送。多亏了有送，我们才能遇到那么多懂你的人。别太近，别太近。哦，有了哎。连呀。有吗？有啊！有了。其实这样子对着湖放还挺好看的。好看，好看，真的好看。白天放仙女棒，我们肯定是最特别的。谢谢你帮我完成了我的另一个心愿。放仙女棒。我觉得我收到的东西是最好的。我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织的东西，说实话。真的吗？真的。我没想到你还是织男。织男是什么意思？就是会织东西的男生，织女织男不是吗？我以为你要说我是温暖男。也是。兔言，这里是凯凯。这趟旅程能遇见你，是我20岁里最特别的时刻。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其实我早在无数的瞬间对你心动了。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Hello。你有没有一瞬间心动啊？肯定有啊，肯定有啊。胡一阳他说他对我有好感啊。哈哈。你好，恩，我是你的男朋友。Hello， 我是妍妍。这里是李佳凯。有一点点不喜欢。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刘志新，我真的超喜欢你。哇，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这样子。这个冬天我们一起看过了太多的风景。遇见你们，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之后的生活中见吧。祝大家前程似锦，永远幸福。冬天再见。怦然20岁冬季追踪日历来啦！3月24日起 ，SVIP 用户每周2、周3 12点看上下集 ，VIP 用户每周3、周4 12点看上下集，非会员用户4周周3、周4 12点可解锁。周3 12点，怦然学姐碎碎念，怦然学姐陪看上线。周4 12点，砰砰蹦蹦大课件解锁欢乐游戏局。周5 12点，加更冬日研学社更多精彩。周6 12点，青春4件套超全大揭秘。周日砰砰连连看语特辑，不定期惊喜掉落，记得来看哦。5月19日至6月3日，收官加速礼活动限时上线，加速看大结局，记得来看哦。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